谈恋爱多久了？你俩在一起半年多了。谁追的谁啊？我追的他。我们俩认识是我跟同学去参加饭局，正好看见了他，第一眼就感觉特别有好感。当时他穿着一身白衬衫，就是特有魅力，特男人。到餐厅以后，他主动就是到桌前嘛，主动帮我挪了椅子，我觉得特绅士。吃饭中交谈的也特别融洽。吃完之后，我们还一起去唱了歌，他唱歌特别好听，然后更吸引我的，然后觉得他特阳光。接下来，然后就是约他出来一起玩嘛。他在我内心里边是特别完美、特别时尚啊、特别阳光、特别干净整洁的一个男生。但是后来就是感觉在一起就不是那回事了，我就感觉是我当初喜欢的那个人嘛。所以我刚才你们来之前我说这是一哲学问题嘛，他现在变成什么样了？就是说家里吧，脏衣服堆得满地都是，就那袜子脏的都能立起来，就觉得这个人太已经跟你说过了干净了。脱了衣服之后，然后就不可能立马就说拿去洗掉，对不对？就要说放了几天之后再去洗。我觉得这件事情它不应该发生在他身上，我觉得他不应该这样。曲伟，你是不是这样？年轻的时候也这样呗。我没到40之前我还这样，我是40多岁了就无所谓了，就可能还真是有点那个。他40岁之前真是跟他差不多。对，好不了哪儿去。我们说的意思就是说，有一部分的人。他可能也这样。他不光这一点，他还有别的。那你接着说。就是说，他那么绅士，这样交往时间以来吧，他总带我去吃路边摊，我就感觉他都不符合去吃路边摊的形象。路边摊怎么了？就是还有一点，就是吃就吃了吧，他还穿着背心儿，然后在路边吃烤串，我觉得当时是什么情况知道吧？街边大爷才这么吃饭呢，那你说你不能正规一点吗？解释啥呀？当时因为是说这事要解释吗？解释，哎，我说当时我好累，当时我已经跟他解释过，已经说过了，就是因为工作原因嘛，必须说就是说工作的时候穿正装，下班之后我说要不肚子有点饿了，要不咱俩一起出去吃吧，溜达溜达，正好旁边有一间就是吃烧烤的地方，就烤串那里。那当时已经是大夏天嘛，本来那烤串就是本来就是说平常人吃的就是大夏天挺热的，30多度，我不可能说衣服不脱掉啊，对不对？我脱了衣服用我吃的舒服啊，我不能说我们花了钱过来到那里，我傻了吧就满头大汗在那吃。我觉得不应该他不应该发生这样的事情。然后他就说非得叫我说立马就说穿上去。听明白了，还有别的事儿吗？别的事儿也有啊，他以前特别大方，特别就是说我们一起去吃饭啊，他都是主动抢着买单，或者说是偷着就把账结了。有一次我们俩第一次过情人节，我觉得他这么细心、特别细致的人，会把我们俩情人节安排的肯定是特别美好、特别浪漫。可是他订好了餐厅，我俩去吃饭，吃完饭之后，他告诉我说他没带钱包，然后我把账结了，之后我身上钱也不够，那个餐厅也不能刷卡，我就只能说找别的取款机去取。我就觉得不是说我出钱谁出钱，我就觉得我的情人节过成这个样子，我就感觉我很悲哀，我就感觉我什么事都能让我碰上，我就觉得好像就上天都对我就不公平似的。有点意思了啊！你没带钱包是吧？我是就是说不是故意的吧？不是故意的，就是说因为工作原因嘛，就是上班的时候，我因为知道那天是情人节嘛。然后知道是情人节，然后临快下班的时候，我给他打了一个电话，电话通了之后，我就说今天晚上情人节，我订了一家餐厅，然后下班了嘛，时间特别紧的那种，而且还要去接他，接到他之后，然后再去餐厅里面。平常人都会说，很容易说丢三落四啊，干嘛，很平常一件事情。他每件事就是说，现在总这事儿我觉得你故意的。就反正我请人吃饭从来没落过钱包，我就够丢三落四的了。行，不较这劲了。我猜啊，你都不用说。你让我猜行吗？就是在你心里，这哥们儿应该没有什么不良的嗜好啊，或者从来不骂人的，对不对？对。是吧？有一次但是你现在发现他肯定骂人，是不是？对。什么场合下？你给我们学学。什么？就有一次朋友就是有一次是他玩游戏的时候他输了，好像是骂了一街，然后还有一次就是人朋友来家里。开 party 走了以后，他觉得家里特乱，觉得这帮人也太不注意卫生了，把我们家弄成这乱，就感觉，我感觉他特两面三刀，我就感觉背后就是说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我就随口说了一句，我当时已经跟你说过了，你每次就是在那扒个没完没了的那种，就特烦人那种，知道吧？你今天来解决什么问题？来解决就是说他现在就说对我特别冷淡那种啊，以前对我是想让他对你热情吗？是。你觉得你是个绅士还是个下里巴人？
我感觉就是我和平常人没什么两样。你是觉得你自己是个正常人，对不对？对对。那我们现在判断，比如说我的初步判断是，女生对这个男生高估值了，就是你想象的那么一个男人，他不是这样的。但是我也找不出更多的依据来。这些琐事儿，我觉得绅士也会做。绅士脱了西装在路边撸个串没什么，绅士忘记带钱包也很正常，这都没什么。就是觉得绅士也会口出脏语。你今天来干嘛来了？你今天来就是我不知道我们俩还在不在一起。我觉得我就是说他是不是我喜欢那个人？我想应该不是。都不一样。我想应该不是了。你喜欢的是另外一个人，他的名字应该叫詹姆斯· 邦。来，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一开始我听这个女孩抱怨的时候啊，那个男生不怎么说话，我在想，这不就是公主病犯了吗？韩剧看多了呀，点燃是吧？把这个自己想象的对方成为韩剧的男一号，所有的事情都往他身上靠，然后呢，自己眼中他自带光环，闪闪亮，那自然要追求嘛。后来回到家里发现，哦，原来卸掉偶像包袱的人都一样，这也很正常。你明白吗，姑娘？你看，我们4个老男人穿的也都算整齐。是吧？嗯。你没见过他们私下什么样吧？惨不忍睹。为什么呢？我们在录节目。我们这叫装吗？不是，我们这叫职业。OK。你们俩在一起多久了？半年。你俩在一起半年多。半年。我觉得你现在这种状态啊，这种感知的非常正常，而现在恰恰其实你做出的举动呢也正常。他到底是他变了呢，还是我之前不够完全了解他呢？一定是后者。所有的谈恋爱的双方都会经历这么一个变化，就是由你对他开始吸引的那些点、优势、光环，慢慢的褪去，你会发现以前很多看不到，甚至于以前都是有意识的就去屏蔽掉的那些真相。只能说你现在越来越了解这个男人了，他既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好，也可能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差。是时候你该问自己，这样的男人不是那么绅士、阳光、时尚，他也不是完全走极端的，像你说的那样，他就是一个正正常常的、实实在在的这么一个人，你是否能接受？你原先可能看的是一本童话书，突然发现它不是，它是一个纪实文学，你能不能接受？所有的女孩都会面临这种情况，男人也一样。我老婆开始看上我的时候，她后来跟我说啊，
哎，他特别喜欢我穿正装的那个样子。以前我是外企，他就喜欢外企范儿。结果呢，实际一接触之后，我还特别爱穿休闲的。然后呢，种种改变都是他之前所想不到的。包括他也是，之前我们刚谈恋爱那会儿，我记得我以前说过，他晚上睡觉跟我出去都不卸妆的。他吓死你是吧？就是因为他想，就是把所有最完美的那个样子留给我。但到最后呢，我们之间有感情了。去给他卸妆棉给他。老婆，我替你打下马老师。好。但是呢，当我们有了感情之后，当他觉得哎，这个男人这一点可能没有想象的那么好，但是有其他的优点，或者说所有的缺点他也能接受的时候，慢慢他也在打开自己的包裹。你没有真正爱上这个男人，你现在只是喜欢他之前的那些样子。当你现在走进他的内心生活的时候，包括实际跟他接触的很近的时候，你会发现真正他是一个人，他不是你想象的那个偶像。所以你现在就决定是不是跟这个人一起走下去，还是说活在你的那个偶像剧当中，还是说你去继续追求你的偶像神话？但那个我觉得是很缥缈。你应该认认真真的、全全面面的去审视他，然后告诉自己内心真实的自我。他我不做太多评述，因为很多你所谓对他的那优点的标签都取决于你的判断，很多可能不正确。包括你现在给他贴上的那些负面的标签，我也不相信，也是你个人的一种感官的那种感受。但是关键两个人在一起就是感受，如果你能接受这种感受，并且享受这种感受，就继续走下去，好吗？问问自己的感受吧，就这样。好，谢谢曲老师。林徽因说，徐志摩所喜欢的我不是真正的我，而是他用诗人的浪漫情怀烘托出来的林徽因，而我其实并不是他心目当中所想象的那个样子。我觉得你跟他之间是有一种迷恋。其实有很多人内心是矛盾的，大部分人都希望能够主宰别人的世界，成为别人的男神或者是女神，因为可以满足自己的自恋感，飘飘然的感觉。当别人叫你一声帅哥的时候，你会禁不住摸摸自己的头发，整整自己的衣衫。当别人叫你美女的时候，你以为你就是美女了，于是会变得飘飘然。但是真正聪明的人不愿意被别人奉为男神和女神，也不愿意去主宰别人的世界，因为他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缺点的人，这才是真正聪明的人，所以才会有林徽因的那段话。但是在恋爱的初期，大部分人的爱都有迷恋的成分，把所有的优点都往对方身上加。比如说你，其实我是有点觉得你们俩之间不像恋爱，你像他的一个小粉丝。每当有一些粉丝在追逐那些歌星的时候，或者是影星的时候，如果让他跟影星处一阵子，他就会发现，影星也是一样，该抠鼻孔抠鼻孔，该流汗流汗，跟平常人根本都是一模一样，新陈代谢。所以有的时候你会把你所有的想象都弥补在他身上，而恰恰你碰到了一个人就特爱装的人，就特别能装。其实你很傻，你知道吗？早一点暴露自己最真实的一面，对于自己来说挺轻松，不会让对方太过于失落。你要清楚地意识到一点，如果一个喜欢你的人代替一种粉丝的审美眼光来对你每天上下的扫量，你总有一天是要露出马脚的。你今天就已经露出了马脚，所以说不要期望去当别人的偶像，撕下自己所谓伪装的外衣，该咋样就咋样。就像你所说的，我就是个有血有肉的平常人，我就是个有缺点的人，不要有太多的期望。我认为其实人很多情况下没有办法主宰自己在别人心目当中的印象。其实想来，人在来的时候和走的时候都是光溜溜的，但是自从进入这个社会就开始伪装。所以如果你真想跟他谈恋爱，在生活当中不要介意他那些凡夫俗子的特点，因为你们谈着凡夫俗子的情感，吃着凡夫俗子的饭，穿着凡夫俗子的衣，
正着凡夫俗子的铜板，它就有凡夫俗子的特点。别装了，就这样吧。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台上装的也挺累的。你比如说我老是坐不起来的。我老婆每次看电视的时候，你每天都用腰在当屁股坐着，你就不能坐直点吗？你学人家曲伟，你要坐那么直。而且我老婆经常把我晚上熟睡的样子、流口水的样子拍给我看，让我惨不忍睹。但是我老婆给我的评价是：你看，你这样的人都有我接着，你还愁什么呢？谈恋爱本来就是真真实实的生活当中的真实面貌，又何必那么多苛求呢？我原来经常说一句话说。你说我装，我说我不装，是吧？他说不装也是一种装，那我装还是不装呢？不要装，真实实在的生活，就这样。这谈个恋爱嘛，那么累干嘛呀？还有，对人姑娘要上点心。我们从来都是细节看人。你要真对人上心，第一个情人节。你请人吃饭，你能把钱包拉拉？我就不信。其次，不管谁追谁，两个人在一起了，以诚相待，平等了，互相照顾，互相关照，不就这么点事儿吗？接受就接受，不接受就回吧。来，一起进入黄金60秒。我就是感觉就是说这段感情啊，就是挺不容易的那一种，然后就说。也不是说想轻易放弃啊，然后以后我也会说把我的这个身段什么的都尽量有可能放下来，因为天生那一种嘛，就习惯啊，就改变不了什么的，就是。我也知道了，我也有错，就是老是想象你，让你做的那么完美，我也知道老是要求你对你挺严格，让你挺有压力的。以后我尽量改我那些奇妙的想法，那些心里的想象，我再去要求你老是那么完美了。亮灯吧，居然还跟人说我要放下身段，你有什么身段啊？我习惯了，我跟你说说的意思就是说，大概意思像这样子。你好好说。大概的意思像这个。你好好说。这种情况这里。你好好说。我有矜持的，因为是女生追的，回去吧，回去吧。来，请关门啊！这是一场错位的恋爱，你觉得他们会出来吗？请开门。不，这虽然结局让人觉得错愕，但是大体这就是生活。年轻人的爱情，谈了半年，真心的付出过，相爱过就可以了。